上海的7月，连马路都在冒汗，出门就像在蒸桑拿。好想去一个睡觉不用开空调的地方。与其在39°C的童话城堡，不如在15°C的蓝色天堂。出发吧，我们去青藏高原。其实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而是一段经过反复讨论的行程。8位来自台湾、台中的朋友，因为没有直飞青海、西宁的航班，经过2趟飞机、8小时的飞行，我们终于在青海会合。考量网络上一些关于青海旅游、交通以及住宿上面的差评，我们这次是以到当地租赁房车的方式来获得最大的旅行自由度。这一系列的视频也会介绍台湾人如何在大陆地区租赁房车，并且分享这72小时房车旅行的感受，给有相似旅游计划的朋友们参考。这一段视频已经是房车旅行的第2天，我们前一晚把房车停在了茶卡盐湖的停车场，好处是可以一大早就进入景区，避开旅游的人潮。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是，其实大家可以找景区内的民宿，一个晚上大约是300元，但是住宿可以免一个人60元的门票，对自由行的朋友来说挺划算的。此次的旅行一共是10个人，4个家庭，我们租了3台的房车。7月1号在青海的省会西宁会合，7月5号中午离开西宁飞上海。考量可以在路上玩的时间只有3天左右，所以我们选了几个景点做深度的旅游，避免长途的拉车。3天下来总行程没有超过800公里。第一天上午从西宁取车之后，我们到日月山景区，傍晚再开到二郎剑景区外的南山观景台过夜。第2天白天游玩二郎剑景区，下午往茶卡盐湖的方向开，在象皮山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则是在茶卡盐湖过夜。第3天则是游玩茶卡盐湖以及青海湖的东格尔观景台。当天傍晚则是往西宁的方向开，晚上住宿在日月山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。隔天早上还车，中午搭飞机回上海。行程不长，但是非常充实，并伴随着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第1天晚上在相对高海拔的南山观景台，大伙还体验了一把令人身体难受的高原反应。本期视频则是着重介绍茶卡盐湖这个颇负盛名的景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免费订阅我的频道。其他地点的旅游视频完成之后，将会分享在我的频道之中。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，放松心情，欣赏这大西北的旷野之美。
接下来我们就步行进入景区。茶卡盐湖上分布着2个景区，一个是老牌的茶卡盐湖天空之镜，有像宫崎骏漫画中的小火车可以坐。我们则是在新景区天空1号，只有这种游园车。游园车的费用是60元，景区绕一圈是8公里，坐游园车会轻松很多。我们决定来新景区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人少，不需要排队坐火车；第二个是这里的野味更浓，湖水也比老景区深，不拥挤的游玩体验会比老景区好很多。进入景区先租这种胶鞋，一双是10元人民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下到盐湖里。最适合来到茶卡盐湖游玩的季节就是现在这个7月初，水量丰沛，以及远山的雪景还没有融化，气温则在舒适的10到25度。不过每年的7月11号之后，这里就是旅游的旺季，会是人山人海，一房难求。另外，茶卡盐湖要有好的游玩体验，得是好天气才行。我们运气不错，连续下了几天的雨。进景区的前3个小时开始天空放晴。儿子在远处似乎发现了特别的东西，凑近瞧瞧。真的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哈哈哈！我看一下。对了，土质松软的沙子，但也不要陷进，因为比较深。哦。但是这是被挖过的位置了。对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风有一点大。湖面波光粼粼的，没有办法拍出倒影。不过我们一行人还是挺知足的，拥有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好朋友以及家人，此刻就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刻之一。难得来到盐湖，来试一下大疆运动相机的抗盐水能力。湖水里能见度不高，这个雕塑是《千与千寻》卡通里头的无脸男。接下来的2号池颜色更白一些，拍照更好看。可以看到每个人在湖水里走路略显吃力。来一张自拍，这个头发是3天没有洗澡的状态。
朋友一家人一起荡秋千的画面挺好。现场也有很多摄影的公司提供拍照的服务。眼前是网红冰淇淋的贩卖专柜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空腹还是别吃，我还是不吃哦，我要忍住。空腹还是不能吃，我不要，我也不要。我没有空腹，不要吃冰。水蓝色冰淇淋配上蓝天白云，挺好看的。这款青盐冰淇淋用精妙的甜甜配比打破味觉次元，海盐的清冽邂逅绵密奶香，每一口都像海风拂过舌尖，丰盈的刺甜。3号石则是偏绿色的颜色。OK，看水面上去，1、2、3 ，OK，来2个手来拿着花，你为什么呀？对，1、2、3 ，OK，好了，拿着花挡太阳的样子，对，还有一个什么位置？对。后面几个景区的景点主要是骑马、射箭、看表演，我们就没有买套票体验。不过前面这3个池子走下来已经花了3个多小时，肚子差不多也饿了，所以我们拍完照就往外走，到外面的景区商店街吃午餐。视频最后收录了我们此次在景区拍摄的花絮，以及无人机视角的美丽景色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夏季，从39度C的上海到15度C的青海茶卡盐湖，没想到在夏天还得穿着外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见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中国旅游体验与感受。下期影片将分享青海湖的旅游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